这次歼10暴虐阵风，除了给中式装备证明之外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埋头苦干，说要把落后的帽子甩掉，结果用力过大，甩到西方列强们的头上了。落后的帽子被他们戴得死死的。这以后我们怎么办？研发经费砍不砍？更先进的项目搞还是不搞？除此之外，更难办的是国内的民意怎么办？东大其实是非常尚武的一个民族，鹰派远远多于鸽派，武德之充沛，意志之坚定，全球罕见。其他的不说，大家想想我刚才说的砍掉经费的时候，多少兄弟想的是军工研发千万不能砍，咱要使劲抽，我可以喝稀饭，但是军工不能断。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真实的想法。再想想，如果战场上面临必死的局面，西方人就会开始祈祷上帝保佑，而我们大概率就是一句孩儿不孝了，然后抱着炸药包就窜出去，和他们同归于尽。这也是我们当年这么落后也能打赢抗美援朝的原因。拥有这种武德和意志的民族，这些年全靠国家压制着民意，才让周边保持了稳定。而现在这个民族发现自己原来一身肌肉疙瘩，那会不会心痒，一定要去旁边种地呢？所以怎么处理民意，按住国内的鹰派是一件很头疼的事。以前我们落后的时候还好说，就埋头追嘛。现在一抬头，前面没人了，那很多人自然就想处理一下旧账了。万一到时候按不住了，小日子、哇哇、越南啊，还有那个棒子，你们不要怪我，有话去和我的霹雳15说吧。除了我刚才说的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烦恼之外，这次印巴冲突一定是改变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方向。我们的歼10为什么这么强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未来战斗机的发展模式来说，单机性能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未来是体系化作战。对于一款战斗机战力的评判，只有2个标准：第一，雷达看的是否够远；第二，导弹是否先进。其他性能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以后战斗机就是一个导弹的发射平台，飞机性能、驾驶员的技术、各种狗豆花活基本没用了。理论上来说，哪怕是个运输机，只要雷达够先进，改装一下让它能够发射导弹，它一样能够碾压 F-16啊、苏35还有阵风。当然我这只是举个例子，方便大家理解。实际上没人会拿运输机去打空优战斗机。我也不是说战斗机的其他性能完全没有用，发动机好的话可以有更快的飞行速度、更高的载重，还有更远的航程，可以更快的抢占战略位置，执行更丰富的战术等等，当然是有用的。只是这些作用远远没有一部好的雷达和导弹更重要。你战斗机的机动性再好，你能飞几马赫？你能跟过载10几个 G 的导弹去比吗？就算你真的能连续做18个眼镜蛇机动，躲过了来袭的导弹，然后呢？人家是在你的雷达范围外发起的超视距攻击，敌人都看不到，你能反击什么？所以除了东大，其实很多国家对战斗机的发展理解就是错误的。同样错误的还有世界各国海军的发展。通过印巴战争的检验，现在我们说055改变了海战形态，终结了航母时代，没有人敢嘲笑了吧？和战斗机一样，055的探测距离足够远，鹰击21足够先进，一样可以造成只有我打你，你打不到我的局面。就像当年航母利用飞机的攻击范围终结了战列舰时代一样，航母时代也必将被攻击距离更远的作战体系所终结。